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么都知道了，Midjourney呢是目前最火的一款绘图 APP， 很多的新手朋友呢还不太会用它来做图。那么小鱼儿今天这期教程呢，就是一个保姆级教程，教大家如何从零到一用Midjourney来学会绘图啊，是一个非常细的一个教程。那里面会讲的一个参数、命令以及风格。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相信你看完今天这期教程呢，从此Midjourney绘图对你来说就不再是难事。接下来呢，废话就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那首先一个账号注册啊，这里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这一期教程。Midjourney呢账号注册，一个 Discord 的账号注册，描述栏呢会有一个链接啊，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那我们直接进入一个 Discord 的社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先带大家来创建一个服务器。我们左边这一排呢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加号，添加服务器。点一个亲自创建，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那这里写一个名字啊，为你的服务器写个名字。这里呢选一个照片，点击创建，可以看到啊，我的服务器已经创建好了。那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公共的频道，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服务器。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机器人拉到里面来。我们到左边这一排来找一下机器人。那在这边呢，看到了之后呢，点击一下这个Midjourney的一个头像，点一下。那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它的一个头像，我们点一下添加 APP， 选择一个服务器，小鱼儿在这里继续点击一个授权，这里验证一下，前往小鱼儿 OK， 那我们就已经添加成功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再创建一个频道啊，比如说111啊，创建一个私密频道，让我们的频道呢更安全，这样别人也看不到你。点下一步，把两个机器人给它拉进来 OK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绘图了。在这里呢，我们先找到一个描述栏啊，这个输入框。那么它呢是在最下面，在这个中间的区域啊，我们点这里输入一个斜杠。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输入提示的意思，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呢，我用了一个 GPT 啊，让它帮我生成了一个描述词。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要去想啊，自己你想破脑袋想不出来，我们直接用 GPT 就可以了。这里就让它帮我描述一个美女的形象哈，一个古典美女啊。我去试一下，直接把这个描述词给它粘贴起来，把它放到这个后面，直接发送。我们边学习呢，边结合Midjourney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教程来学习。那首先我们刚才输入的是一个 prompt 提示词，我们找到它。那在这里提示啊，我们点这个。那在这里呢，他说了，这个提示词呢可以是简单的单词，也可以是一个短语。那我刚才呢输入的是一个短语啊，是一个。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单词啊，这会用的一个谷歌翻译。那比如说我就直接输入一个美女，那这就是一个单词。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提示语就是一个简单的，或者猫狗，直接输入一个啊什么 cat、dog 啊，直接就这样就 OK 了，发送就可以了。那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提示啊，最简单的一个提示。那Midjourney绘图呢，它也是从一个模糊到清晰啊，它的做图的时间还是蛮快的。那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刚才给的一段话啊，生成的一段描述词啊，做出来的一个美女啊。我主要是要的是一个古典美女，可以看到啊，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是Midjourney一次性生成出来的效果，白色背景啊，一个古典美女。那这个就是简单的美女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卡通的。那我们再来一句话，这里同样我们来输入一下美女在，那我们把这个粘贴到这里。那这个是一句话，我们把它粘贴到里面，直接发出去。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的提示词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一个单词，还可以是一段话。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基本提示。这里Midjourney呢，它默认用了一个Ligi5的一个模型在帮我们绘图。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高级提示。我们先看一下Midjourney官网。高级提示呢，包含一个或多个图像的一个链接，加一个文本短语，中间我们的一个提示语，再加一个参数。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图片链接加提示词，再加一个参数，组成了一个高级提示。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来试一下。那这个图片链接呢，也可以是你自己保存的一个图片啊，也可以是Midjourney的一个图片。那如果是你自己的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一个描述栏的加号，
我们点击这个输入框，这里一个加号，点一下，这里上传文件。比如说我们上传一个美女，那这里呢，你也可以放大一张图片，同样还是点一个斜杠，还是点这个 image。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把这个图片放大，点一个右键，复制链接，把这个链接呢给它粘贴到这个 prompt 提示语后面。我们官网的可以看到这个呢图片的一个链接。那这里它显示要一个 JPG 或者 PNG 结尾，这里呢小鱼儿要说明一下啊，在这里呢我也尝试过几次，用这个 PNG 结尾呢，那它不行，那我直接就整个链接呢它还可以，这里需要空格一下，再输入我们一个新的提示语。那简单一点，美女在画画，同样我们把它粘贴到这个后面。那这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提示语。那最后还差一个部分呢，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这我就输入一个常用参数啊，控制一下它的长宽比。那可以空格一下两个横线，输入一个 AR， 输入个1:1，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高级提示，一个图片链接啊，再加一个提示语，再最后加一个参数，我们直接给它发送。高级指令呢，这种一般通常是用来以图生图呢，会用到一个图片的链接啊，一个或者多个链接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常用的参数。那我们先看一下官方的一个讲解。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啊，参数一般是用-AR， 用两个横线啊，用一个 AR 来表示。可以看到呢，它通常呢分别为，那通常是用冒号来分割两个数字，比如说7:4或者4:3，中间是一个冒号。这里如果说我们不经过任何的一个设置啊，它的呢默认的比例是1:1。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些我都是没有经过，后面没有给它调整一个参数啊，全部都是一个正方形的1:1的参数。那这里呢，同样点这个啊，我还是输入刚才这个提示词，给它加一个我们常用的参数啊。刚才已经看了官方的，我们这里先空格一下，用两个横线，再空格一下，用两个横线，输入一个 AR， 再空格一下。常用的比例呢，就是一个16:9，我们发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官网，那这个比例可以控制我们图像的一个大小。那么这个纵横比它其实可以影响到生成图片的一个形状和组成，放大的时候肯定都会有一些变化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4:5、2:3的4:7，这是一个1:1的。那在一开始绘图的时候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啊，小鱼儿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发送出去的时候它老是说失败。比如说这里举个例子，那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输入的格式不对，那么你这个就是一个无效的格式不对，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的地方呢该空格的地方没有空格。这里官方给了一个标准的写法，可以看到它这里提示语完了之后，前面是提示词，这里中间一定要空格啊，-AR 后面还要空格一下，那再输入一个比例。所以呢，不要觉得这个是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格式出了问题哈。我这里输了一个1:1的比例，我再输了一个16:9的比例，那我再输入一个9:16。那这个呢是正方形哈，1:1的尺寸，那这个呢是16:9的一个尺寸。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尺寸的长宽比呢来控制一个图片的一个形状。这个16:9呢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尺寸，这个是9:16的一个尺寸。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啊！米其林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那可以看到这个是9:16的。通常呢，比如说我们做抖音啦，或者说做一些 YouTuber 的 Shorts 短视频呢，就会用到这个尺寸。那我们学会了这个参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个图片的大小。这个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参数。那么参数呢，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的介绍，还有一个混乱参数啊，就是一个 chaos 值参数。那这个参数这一块呢，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啊，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一期教程。那这一期教程参数大全呢，是把所有的参数呢全部都讲解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也会把链接右上角和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在这上面去看一下。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指令哈。首先我们可以斜杠一下，可以看到啊，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输入提示的一个 prompt 指令。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 info， 我们点一下这个呢，我们直接点一个 enter 键发出就可以了啊。它的一个作用呢，给大家看一下。那主要是看你的这个
如说你的这个 Midjourney 它的一个计划哈，什么时候到期，你什么时候订阅的啊，或者说你是一个合租的，什么时候到期，包括呢你做了多少张图，你还有多少时长啊，包括你正在排队的有多少，那可以看到现在排队的是0。比如说当你发出去指令的时候，它显示等待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点开这个 info 啊，那可以看到当前你的排队等待，前面还有5个人，那么你就可以确定啊，我可不可以走开，我还是在这里等待啊。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主要是看它的一个人数。那比如说我前面还排了几十号人，那我就没必要在这里一直等了啊，我可以换其他的绘图软件，对不对？那这是一个 info 啊，就是查询我们个人的一些资料。接着我们看下一个指令，那这个 Describe 我们点一下。那这个通常情况下呢，是用来一个以图生图的啊，我们需要给它一张图片啊，喂给Midjourney一张图，让它帮我们分析这张图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这一个指令。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啊，比如说我上传一张图片，我们双击把图片点进来。那到这里呢，千万不要傻傻的在这等待，我们还没有完成啊，我们需要再点双击才能发出。那可以看到，它根据这张图片呢，帮我们提出了4组提示词啊。它根据图片呢，把图片里面的描述呢，帮我们提取出来了，1、2、3、4。那在这里呢，有1、2、3、4。当我们要生成一个相似图片的时候呢，我们分别可以去生成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对里面的提示呢进行一个更改啊，比如说这个参数就需要进行一个更改。那这里可以改成一个 V6， 直接点提交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出现错误，请重试，那我们就重新提交，那我们就重新点一下。那你可以每一个都去生成一遍啊，把这4组提示词都生成一遍，从中找到你比较喜欢的图片。那如果说这4组图片生成出来了，你都不太满意，那你还可以在这里刷新一下，那它会再重新给你描述。那可以看到新的一轮的4组描述词又来了。这个呢就是这个指令的一个作用啊。接下来讲下一个指令，我们还是点斜杠。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settings， 我们点一下，直接把它发出。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讲解了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设置，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更改。那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绘图呢，它都是用的一个Ligi5啊，用的一个Ligi5在帮我们绘图。那是因为它这里面已经给我们选了这个版本，那可以看到这里选的就这个版本。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版本，那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一个 V6。那再往下可以看一下啊 ，Midjourney 已经从最开始的 V1、V2 啊、V3、V4、V5.0、V5.1、V5.2、V6 啊，还有一个 Ligi6 已经升级到一个 V6 版本了。那这里呢，小鱼也测试过哈 ，V1、V2。V3 好像不能用了，只有后面几个版本能用，但是呢，前面的绘图的效果非常的差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真实的人物的话，建议你呢可以用一下 V6。那如果说你要想生成一个动漫卡通风格的呢，你可以直接点这个 Ligi5啊，做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可以看到，这个是Ligi5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相当的不错啊。这个就是一次性生成出来的效果。那上面呢，这个是它的版本啊，我们点这里就可以选择版本哈。选完之后呢，它会自动帮你当前的绘图都会用这个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几个是什么意思。那可以看到呢，这个呢是它的一个风格化，还有这一个模式的选择哈。有一个风格化，一般的，有高的，有低的，还有特别高的。那这里呢，比如说你要想使用一个风格化的话，你可以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修改。那这个呢是一个公共模式。这个是一个混合模式，那么这个混合模式呢，等会儿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啊，大家要往后看。那这个功能非常的好啊，这个也非常的实用。那这是一个变化模式，这个呢是一个粘性风格啊，这个呢也是一个，这些都是不常用的啊。这是一个快速模式，这是一个放松模式，这个重新设置。这个里面呢，平时我们一般也不会动到这个里面来啊，除非你要选一个什么风格的时候呢，你可以到这个里面来。还有你要选一个模型的时候呢，你要到这里面来。那这个模型呢，除了可以在这里选呢，我们还可以这样，在这里在提示语的后面啊，比如说我们在输入描述词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描述词粘贴下来，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后面来更改。比如说我要一个 V6 版本的，直接改就可以了，直接提交。
它会根据你的一个提示语来生成用对应的版本来做图哦。如果说你没有去在后面特别说明的话，那它就会用一个系统的给你默认的一个版本绘图。那我平时绘图的话，我都会把一个版本来加到这个参数后面，大家看你自己的喜欢。好可爱呀！这个设置讲完了，那刚才这里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以图生图啊，这个以图生图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提取里面的关键字呢，来生成一个相似图片。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以图生图呢，这里小鱼简单讲一下。比如说，还是拿这个美女来举例啊，我需要它的一个图片链接粘贴到后面。那这里呢，我要让它出现在另外的场景里面哈，就要以图生图。那这里呢，我先提取它的一个提示词，我们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修改。那白色背景呢，我们给它改成它在阁楼里看画，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粘贴一下，我们把它输入到这个后面，再给它加一个参数，比如说杠杠 AR 还是1:1，那再加一个版本杠杠还是1:5的一个版本吧，直接发送。在做图当中呢，如果说你们看到哪个图想要哪个图的一个提示语呢，那也可以给小鱼儿留言哈，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提示语私发给你啊。这些图片说实话真的挺漂亮的哈。更多的以图生图呢，这里小鱼儿也不给大家介绍，可以看我的这一期教程啊，以图生图哈，讲的也是非常的仔细。那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这个右上方和描述栏。这里呢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啊，一个图片链接呢加一个新的提示语。那如果说大家还想学习更多的一个以图生图的话，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哈。后期的话，小鱼儿可以再出一期以图生图。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的话，你想从0到1的想学习一个 Midjourney 的话，也可以加入我的一个知识星球。OK 了，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刚才用 V6 版本画出来的一个美女哈。不同的一个版本来做出来的图片效果呢是不一样的。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在这里呢，你可以把你的一个风格呢加在你的一个参数后面啊，或者直接输入到你的一个描述词里面。那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刚才以图生图啊，改变了一下提示语。我们放大看一下。那这是刚才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哈，那这个是原图，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哈。那讲到这里的话，小鱼儿再多讲一点吧。这里因为它没有加入一个 IW 权重，所以说它的相似度呢还差了那么一点点。那我这里再用一个 IW 权重试一下哈。同样在这里还是输入这个斜杠，那把刚才这个美女的图片链接要给它粘贴下来哈，复制链接啊，把它粘贴到这里。空格一下，那这个提示语的话还是刚才的提示语，我看一下有没有必要修改一下。那这个提示语没什么问题，直接用这个就行。那我再把它粘贴到这个后面。这里的话，我再把刚才的这个参数给它粘贴下来。那这里呢，我要再多用到一个 IW 权重哈，这里空格一下，杠杠 IW， 我用一个2。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哈，这里又开始排队等待了，合租的就会等待哈，也是正常的。你看做图的人这么多，对不对？那这里可以看到我点了一个 V1、V2， 这个呢是 V1， 我们放大看一下，那这个是 V1 点了之后出来的效果，那这个是原图，我们可以理解为 U1 呢，那可以看到呢，我们看一下 U1 的这张图片，第一张。那它根据这张图片呢，生成了类似的4张图片出来。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V1 呢是根据这第一张图片呢，生成类似的4张图片出来。如果说你觉得这张图片不太满意，那你就点这个 V1， 那它会再给你生成4张相似的图片出来。那你想要第2张，那就又点 V2 啊，也会给你出4张图出来让你选择。这里的 V 就是生成一个相似图片。如果说根据这个描述词呢得出的这一组图片我们不满意，那我们还可以点这一个刷新，那它会重新帮我们根据这一个提示词呢再帮我们生成一组图片。那可以看到这里正在排队。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如
，U 呢就是放大的意思 ，V 就是生成相似图片。那刷新键呢，就是帮我们再重新生成一组图片。那可以看到，它根据同样的提示词呢，又重新帮我们生成了一组图片。那这个是重新生成的一组图片，这个呢是原图，这个是第一次生成的图片，这个是第一次生成出来的图片。那这个呢是刷新之后第二次生成出来的图片。那么不满意，我们可以让它再生成第三次。那这里呢，这几个指令就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又接着说下面的这个指令。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upscale 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是乘2，这里乘4，我们先点这个。那我再点一下乘4，两个一起点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图啊，这个是点之后的图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这个呢，平时也是很少用到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这两个功能呢。这两个指令平时是经常会用到的。那在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只是一个微妙的变化啊，这个是一个强变化。那我把两个都，我先点一个微妙的变化，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先。那么这两个功能呢，我会着重的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之前的教程没有啊，所以我这里要讲一下。那如果说很多新手朋友呢，还有一些基础不太会的，那相信你看完这个视频呢，对于Midjourney做图呢，你会有很大的一个认识啊。视频看到这里呢，记得一定要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小鱼儿主要分享一些呢比较适合新手做的视频。那如何用 AI 来变现，如何用 AI 做视频。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或者Midjourney账号的呢，可以去便宜合租。我们可以看到Midjourney官网的一个价格呢，每个月呢是30刀哈。那对一个新手朋友来说呢，确实不太划算啊，可以选择拼车。那可以看到我刚才点的这一个微妙变化呢，已经逐渐的要清晰了，这张图马上就要做好了。那还是一个老规矩啊，我把这张原图给它放这儿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再把这个强变化给它先点一下，因为这儿生图需要排队，这个变化比较大哈。这个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微妙变化，这个图片已经生成好了。那可以看到啊，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原图，那这个是微妙变化之后生成出来的图片。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姿势呢是没有变的，但是它的眼睛有些变化啊，可以看到。那头上的发饰呢也有一些变化啊，这个呢只是很轻微的一个变化。对比一下，整体来说啊，只是发生了一丁点微妙的变化。那当你对这个图呢稍微有那么想让它有发生一点点变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这一个按钮。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强变化 ，OK， 已经出来了。那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原图，这个强变化呢变化就大了哈。那包括这个美女她的姿势改变了，本来是朝左边的啊，现在朝右边了啊，每个方向都有改变，变化非常的大啊，可以包括一个头发的变化，可以看一下啊，包括一个脸上的一个表情更加丰富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带着笑容的，这个是带着笑容的。那我们可以看它的原图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呢是强变化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微弱的变化几乎是保持一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就非常的大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变化。那这两个指令还没有讲完，那我们除了可以让它这样发生一点变化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可能。那在这儿呢，那比如说我想替换一下它的背景，或者说我想换一下它衣服颜色，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接下来呢，小鱼儿就毫无保留的教大家如何发生更大的一个变化。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点一个 settings， 那这个叫 Vmax Mode， 我们要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就有神奇的结果发生了。那我们同样回到刚才这个，那在这里，刚才我们是直接一点，它就直接跳转了，帮我们生成图片。那我们现在再点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刚才当我们点的时候，它直接就跳转到下面绘图了。那现在我们点了之后呢，当我们打开了这个 Vmax 功能呢，那我们就可以修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描述词复制一下。那到谷歌翻译这里，我们先给它翻译成中文。那我们可以到这里面来进行一个更改。那这样呢，我把一个阁楼呢改成了一个花园。那原本是作画呢，我把它改成了一个欣赏一个花朵。那这里呢，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更改，我就把这个粘贴过来，
我们把这里同样给它复制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效果，点击提交。你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那我还想再变一下，那这个是弱变化啊，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让它发生太大的变化，有一个轻微的变化。那这里呢，我把它变成了一个站着，变成一个坐着，把它看画呢改成了一个手上拿着书。那这里我们呢也来尝试一下，还是点这个弱变化。这儿呢，我把它的一个 IW 权重给它去掉，我们看一下。那这个是我更改了提示词之后做出来的一个效果。那我这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可以看到微妙变化啊，它永远都是这个姿势。那我们看一下原图，变化好像不是很大，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我是把它更改了地方，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那我就看一下我的第二张图片会是什么样的。我把它的一个杠杠 IW2 的一个权重给它去掉了。这个微弱变化呢，它的变化不会很大。那我再试一张。那我这儿把它改成一个长发披肩，我重新来。那我这儿就简单的改了一个盘着的头发，就改成长发披肩。那这里呢，我把这个 IW 的权重去掉。那我看一下这张图片，这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可以看到米经理这次是有所改变的啊，因为我改了，我是说他拿着书啊，这手上似乎他是拿着书，只是展示的不太多啊，这里都有一个书的这一个展示。那么原图它是没有的，现在手上这里是多了一点东西。那这样呢，我们就等一会儿再来看这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继续来强变化给大家演示一下。那这个强变化我们点一下。那同样我们要去更改一个提示，那我这里就更改2个地方。那我把这个改成公园嘛，花园里蝴蝶美女静静地站着，望着窗外的美景。把这个盘着的头发改成了长发披肩。那这一次我们又看一下啊，我把这里修改一下，这个 IW 参数的话现在就不要了。OK， 我们点击一个提交。这个弱变化的话，那看到它只能说是变化不大啊，这个头发有一些变化。那这儿我改的是一个长发披肩，似乎变化也不是很大啊，有一点头发披下来了。那我们再来一张强变化的，进行一个对比。这里呢，我们明白的告诉他我们要替换一个背景。背景是站着，我就让它变成坐着。背景书房，这次我们再来看一下，要把这个权重给它删掉，点击提交。我们从模糊的角度来看呢，它是有个明显的变化啊，微弱变化，它的方向永远都是朝着这一边的。那这个很明显的变化非常大。那我们多2个场景尝试一下看。再换一个场景，背景换成凉亭啊，他坐着面带微笑，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点击一个提交。那这张呢，可以看到明显的有一些变化，应该是翻着书的那个改的好像是坐着的，但是背景还是没有换。那这里呢，我想再尝试一下，我把这后面这一段给它删掉。那这里风格我改一下看，那这里来尝试一下看一下。那么米其实有很多可能都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尝试，去用它来做出一个理想的图片。那这个是坐着，它是有变化的它已经做了。那可以看到刚才我说的，它面带微笑这个呢，脸上的表情是有变化了，而且每张都是带着微笑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其中某一张图片的一个提示词大家可以在下面描述栏评论区给我留言。那可以看到我改变了一个风格，那这个风格呢明显是有改变的也有一些变化可以看到它是在外可以看到这外面还有一点风景，证明呢我的提示还是有一些效果。那这里大家更多的可以去测试一下，我这里就先不讲了，我就接着讲下一个功能，那就是这个。那这个呢是一个自定义变化，我们点一下。什么叫自定义变化呢？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说哪里不满意，那么你就可以让哪里进行一个变化。比如说这里呢，你可以用这个套手工具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把它圈起来，让它进行一个变化。错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发现我点错了，你可以点这一个返回键。那我想让它的衣服发生一个变化，那我就直接这样把这边需要变化的地方全部给它圈起来这个适合用这个套手工具。那在这里我们把提示词可以去改一下。那这里白色的连衣裙我们改成一个粉色的，在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给它删掉。
OK， 重新粘贴。那点这个按钮去生成。那这里呢，我试一下把这个背景呢给它换成花园试一下哈。用这一张，那把你需要修改的地方呢，都必须把它给圈起来。OK， 提示语去改一下。那这儿的话，那我们重新输入吧，不需要这个了，直接写花园。我们点这个。那这个是刚才我修改它穿粉色裙子的啊，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是有些变化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穿成粉色的裙子啊，上面这些都不明显。那这个呢是可以的啊。那我们想要局部修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自定义变化。那我们从这个模糊的场景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背景应该是替换成功了。那刚才的应该是有误啊，刚才不应该输入那么长的一个描述词，应该直接给它输入一个穿红色衣服。那可能效果会更好。这里我想试一下这个功能呢，其实挺好的啊，局部变化。当很多时候我们用提示词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微妙变化啊，直接对你想要修改的地方呢进行一个修改。我这里再试一下红色衣服啊，我直接给它改成红色衣服，那也没必要这么长的，就直接这个就行了啊，成功了。可以看到啊，我把它换成了一个在花园里面啊。虽然说这个花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呢，很明显的，它已经把背景给我替换掉了啊。当我们用描述词达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功能，还不错。那么这里呢，小鱼儿重新生成了一组提示词啊，想给大家展示如何在同一场景里面出现两个人物。那我们点这个，那在这里呢，同样要使用到一个自定义变化啊。我想在这个场景里面，比如说我想添加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功能。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那视频看到这里呢，记得一定要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可以看到这个场景里面呢，我想让它再出现一只小动物啊。那这个时候同样我们要用的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区域给它圈起来。那我想让这个场景再多一个小动物，我们其实通过提示词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哈。但是用这个自定义变化呢，我小鱼儿曾经尝试过，可以虽然说失败过，但是呢也能生成在这个地方多一个小动物啊，或者多一个人之类的啊。我让它在这里多一只小兔子，点这个生成。如果说一次性不成功啊，大家可以多试几次。那这一次就提示有误，确实提示有误。刚开始我们就直接你需要替换什么，比如说你画的区域要变成红色，你就让它变成红色衣服，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那虽然说这里还差了一点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继续去进行一个调试，那么肯定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就看这个场景里面能够通过这个自定义呢，能不能让它多出一只动物来，或者多一个人出来。这里呢，那我们就等会儿看它生成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接着我们刚才的讲，那这里是一个缩小，那这是一个放大，那这两个呢我都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放大缩小，这个呢平时不怎么用啊。那当这个场景你觉得它有点离得我们太近了，比如说像这个，它就是属于一个风景，那我希望它再离得远一点，那我们可以点这个按钮，又在开始排队等待。那可以看到呢，这个呢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是缩小2倍后的一个效果。那可以看原图是这么大的很明显它的确实是缩小了。如果说你觉得它太大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直接点这个自定义把它缩小。那这个是放大 1.5 倍的，那这个是一个自定义缩放。那这里我让它看一下，我缩小5倍看会是什么样的。接着给大家讲下面的功能哈。这个是一个向左，那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物靠左了，那这个向左我们点一下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提交，当然你也可以进行一个修改。那这里呢我再点一个向右，我这儿不进行任何的更改。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更改一个描述词。那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缩小5倍之后的一个效果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几乎能看到下半身了。那这是一个原图只能看到这个上半身。那现在呢，缩小5倍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去自定义一个大小。那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向左的一个效果，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明显的就感觉到左边宽了很多。我们看一个原图，它两边的比例是一样的，那但是向左之后呢，这边更宽敞了。我们再点一个向上，
还有一个向下。那这张是向右，那经过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的话，相信大家呢对它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向右呢，就是让右边更宽了啊，人物就向左挪动啊，可以看到这边留出来的位置更宽了。这是一个原图啊，我们对比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当你点箭头朝哪个方向，那个地方就可以留白会更多。那这张是向上的，我们点开看一下，明显的看到啊，上面空了出来。再参考一下原图，它的图片已经直接到顶的，那这里呢上面留了出来。那再看一个向下的啊，上面半截都没有露完，但是呢向下之后呢，下面就露的更多了。那当一个人他只有半身的时候，你想让他下面显示的更多，那么你就可以用向下啊，可以看到啊，它的差不多已经露出来了很多了。那如果再往下的话，那它应该是可以把整个都露出来，大家可以去尝试。那这个就是一个向下啊，这个是一个向上，那这个是一个向右，那这个是一个向左。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这样理解啊，说你的箭头往哪边指，哪边就留白更多一点。那你的箭头往下面指呢，它下面会展现的更多。那这里的指令呢，基本给大家讲完了。这个呢，如果你喜欢这张图片，你可以给这里来点一个爱心。那么这边还有包括一个 set 值啊，这里没有给大家讲解。啊，点击这里呢，可以添加一个反应呢，可以获得一个set值。那什么是set值呢？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这一期教程啊，里面有讲一个 K20 值和一个 set 值参数。那这里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在右上角和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看。本期的视频呢就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这里你喜欢的所有图片呢，最后教大家如何保存。那比如说我喜欢这张图片啊，那我可以直接点击放大，点击一个右键保存图片，添加到你的一个文档里面。那每一期的图片呢，你可以统一到一个文档保存。那所有的都已经讲完了，这里小鱼儿再带大家来回顾一下知识点哈。一开始呢，给大家讲了一个基本提示和一个高级提示。那给大家讲了一个常用的纵横比参数啊，1:1啊，或者16:9。那这里还给大家讲了一个指令。常用指令哈，包括一个设置功能有哪些功能。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了一个指令 U1V1 是什么意思呢？ U 就是一个放大的意思， V 呢就是生成相似图片的一个意思。那再接下来呢，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功能啊，一个指令，一个如何让图片发生变化，一个强变化和一个弱变化，还有一个自定义变化。还有一个缩小2倍，还有一个放大1.5倍，还有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缩小放大。那最后呢，就是讲的一个上下左右的一个图片的移动。本期的Midjourney从入门到会画图的这个课程呢，就给大家讲完了。如果说你们在绘图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问题，那你呢也可以加入小鱼儿的知识星球计划啊，向我提问。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Midjourney账号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个便宜合租。那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记得喜欢小鱼儿的这期视频呢一定要给我点赞，把赞给点烂啊，订阅我的频道。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